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 PMP，也就是国际专案管理师认证。先别急着转台，我知道你可能心里想说，啊，PMP，那不是给盖大楼、做传统产业的人用的吗？但如果我跟你说，PMP 其实已经悄悄进化，变成我们 R&D 研发团队手上一个超强大的秘密武器呢？好，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。我知道很多在做 R&D 的朋友心里一定都有个大大的问号。没错，这个问题就是 PMP 听起来这么，制式这么硬，跟我们 R&D 每天在面对的高度不确定性，真的合得来吗？感觉是不是有点像要用一张盖房子的精确蓝图，去探索一片完全未知的热带雨林啊？根本行不通嘛！真的，这个迷思实在是太常见了。很多人一听到 PMP，脑中就自动跳出甘特图啊、瀑布流啊这些，有点历史感的名词。但我今天就是要来告诉你，这个印象真的是时候该 update 一下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拆解第一个迷思。要了解现在的 PMP，你得先知道它的核心思维已经有了一个超级大的转变。而且我说的不是那种小小的微调哦，这根本是砍掉重练等级的改变。它把整个重心从以前那种很学术、很理论的东西，完全转向了我们在第一线打仗会遇到的真实问题。你看，这就是新的 PMP 核心。以前可能强调的是10大知识领域什么的，很复杂。现在呢，超简单、超直接，就3个东西：人、流程，还有商业环境。诶，这不就是我们 R&D 团队每天在处理的事情吗？这可不只是说说而已哦，你直接看他考试的配分就知道了。哇，你看人这一块就占了42%，加上过程的50%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 PMP 现在更看重的是你怎么带人、怎么沟通、怎么影响团队这些软实力，而不是要你死背一堆理论。所以整个重点就变了。新的 PMP 不再是给你一本厚厚的教科书叫你背，它更像是，一本驾驶手册，教你怎么在专案这条充满变数的路上去处理各种突发状况，特别是跟人有关的所有问题。好，了解了 PMP 的重心已经转向人之后，我们接着来破解第二个，也是很多人最担心的迷思。没错，就是这个 PMP 不就等于瀑布式开发吗？我们都用 Agile 了，学那个干嘛？我敢打赌，这一定是很多 R&D 团队心里的 OS。但真的，这完全是个天大的误会。现在的 PMP 超级弹性，它就像一个工具箱，而不是一本食谱。你看，里面有像这种比较传统的预测式方法，什么时候好用？比方说你在做硬体，流程很固定，这个就很好用。但工具箱里也有像 Scrum 这种超级灵活的敏捷框架，最适合用在变化快速的软体开发上。但最酷的是什么？是它完全接受混合模式，这点对我们 R&D 来说真的太重要了。你想想看，现在有多少专案是纯软体或纯硬体？很少嘛，大部分都是硬体、韧体、软体混在一起。这种复杂的专案，你怎么可能只用一套方法搞定？所以这就给了身为 PM 的你极大的弹性。你可以自己当个聪明的总仆师，针对专案的不同部分，从工具箱里拿出最适合的工具来用。硬体部分，我们走稳扎稳打的路线；软体部分，我们就快速一代。这样组合起来，才是一个真正为你的专案量身打造的完美计划。好，既然 PMP 的方法可以这么弹性，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啊 R&D 的进度这么难量化，PMP 那套管考指标真的有用吗？这就是我们要破解的第3个迷思。这个痛点，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很有感。R&D 的过程常常很混乱，充满了尝试跟失败。
你要怎么跟你的老板，跟那些只看数字的管理层去解释你团队的进度跟价值？这真的很难，对吧？这就是 PMP 能帮上大忙的地方。它不是给你一个死的 KPI 要你照着填，而是给你一套把 R&D 过程翻译成管理语言的工具。比如说，它教你怎么系统性的去评估进度，怎么建立一个超清楚的沟通计划，怎么去分析谁才是你专案里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人，然后针对他们的需求去客制化你的报告。简单来说 ，PMP 就是在教你怎么说一个有数据支撑的好故事。你不再只是跟老板说我们很努力，而是可以拿出数据，告诉他我们的投入创造了什么价值，降低了什么风险，达成了什么成果。当你能把技术进度跟公司的商业目标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哇，那个说服力完全是不同等级的。好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这对你还有你手上的下一个创新专案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帮助？最重要的 takeaway 就是，请你忘掉那个 PMP 是一本厚厚的规则书的旧观念，把它想成一个灵活好用的工具箱吧，专门用来管理不确定性这个大魔王。所以，现在你的这个 R&D 专案新工具箱里装了些什么宝贝呢？首先，有以人为核心的领导方法，再来有让你自由选择预测式、敏捷式或混合模式的超高弹性，还有一套能让你用数据跟老板沟通的报告框架。最后，当然还有经过验证能有效管理利害关系人和风险的方法。说穿了，现代的 PMP 已经进化成一个专为 R&D 设计的罗盘，它的目的就是帮助你在创新的未知大海中安全航行，并且找到新大陆。这工具箱现在就在你手上了，所以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：下一次当你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专案时，你会拿出哪几样工具来应战呢？